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表面上看着是外交花边，但是你往深了想啊，其实还是能透露出一些经济信号和一些政策信号的哈。就是在5月12号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着川普就坐上了空军1号去往北京了啊，就这么一个新闻，在网上就讨论的不可开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卢比奥啊，他可是被中国制裁过的，而且不止一次啊。比如2020年，他因为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一系列的言论和操作，先后2次就上了中国的制裁名单，禁止入境。结果这次呢，人家就大摇大摆的落地北京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网民就讨论出一个说法，就说呀，在翻译上啊，官方媒体把这个卢比奥给改名字了啊，就改了一个字儿，从卢比奥改成鲁比奥，就是鲁智深的鲁了。然后呢，这个名字不一样，好像看起来人也不一样，然后他就能来了。这个事在网上争论的还是挺热闹的哈。那有评论说中国认怂了，有人呢就说中国很聪明，有人说这是外交上的障眼法，也有一些专家在那儿大放厥词，说卢比奥绝对来不了啊。结果呢就啪啪被打脸了哈。很快啊就有视频画面放出来了，就看在视频里面啊，马斯克呀这下非常好奇呀，拿着手机在这左晃右晃，在这一个劲儿的拍呀。然后卢比奥呢就在这个柱子旁边，时不时还被这个柱子挡一下。不管怎么说呀，人家卢比奥是实打实的入境中国了，而且在接下来在进入会议室之后啊，那卢比奥也是比比划划，估计啊是震惊于中式建筑的这种豪华与美啊。他估计庆幸啊，自己幸亏后来没说什么出格的话，要不然啊哪能到这里这种场合来见识这样的一个场面。结果人家都已经现在估计进入中南海了。那今天我就来聊聊那些说他来不了的专家是些什么逻辑。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件事呢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以及叠加最近中国在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领域的一些大动作我对未来中国2-3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分析，其实并不像很多人那么悲观。先说改名这个事儿被很多网友讨论嘛，就说因为比较戏剧性嘛，就说卢比奥这个人中文名以前呢叫卢比奥，这个卢呢是卢俊义的这个卢。2020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的这个制裁名单上写的就是这3个字儿。后来呢，他当上国务卿了嘛，然后最近又要随这个川普访华了，然后中国这边呢，悄悄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给换成了卢比奥，变成了鲁智深的鲁啊。于是卢比奥变成了卢比奥，这就好比好像从这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卢俊义变成了洒脱不羁的鲁智深。之后外交部发言人就被记者就逮住，就问了一句，说这名字一改，是不是意味着他就不再被制裁了然后外交部发言人说呢，这只是翻译的一个规范化的问题，他的英文名才是最重要的制裁针对的是他担任参议员期间的涉华言行。其实这改名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华社呢，它有一套译名规则，这个 RU 开头它对应的是鲁，就是鲁智深那个鲁，然后 LU 开头的呢对应的是卢，就是这个卢俊义的卢。就按规范来说你可以说这个以前翻译的不准确，现在呢因为人家升级为这个国务卿了嘛，那更准确一点，就应该是按照这个卢比奥而不是卢比奥确实呢，这个鲁智深比卢俊义更准确，但你要说这个跟制裁，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呢，这也不一定那最起码咱给了递了一个台阶嘛，就大家心照不宣的，挺好不管叫啥名，人还不是同一个人吗？对，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网友说特别巧妙就是网友支了一招，说你看咱不如管它叫鲁标吧，你看鲁标这个把姓和名都换成中国字儿，这个鲁标是吧？这个还谐音还挺像的，然后而且还彪呼呼的，挺接地气，就完全没法跟那个被制裁的卢比奥挂上钩了，特别接中国的地气，是不是挺好的？其实这个名还真挺不错这当然是在调侃了，但这也说明就是说，你看换一个技术性的外交动作，找一个台阶，让两国的高级别接触更自然，能够继续进行，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说他来不了的专家在说些什么话就比如这个卢比奥要访华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有一些所谓的分析人士立刻表态说中国外交是有原则的，制裁没有解除，他就是不能来。你看这个外交学院某个主任，大意就这意思
啊，就说这个还在制裁名单上，来访就不适当，说啊中方应该坚守原则。你看这不是添乱吗？听起来好像很有立场，很有骨气，但你仔细想想，这话是啥逻辑？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本来呢，你看贸易战还打得火热，双边关系呢还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节点。这个时候你说美国国务卿要来，你说让不让来？那请问你不让来，那对谁有好处吗？就算你觉得这个卢比奥这个人是反华急先锋，就算你觉得他以前说了很多不爱听的话，那你不让他来，你能改变吗？美国国务卿有着重要的外交职责，你不让他来北京，那你说对外交两国这外交这方面的沟通有好处吗？他会在华盛顿变成对华的大好人吗？显然不会呀。那人家不来，如果他想怼，还是会怼中国；想制裁，还是想搞制裁。那你这边无非不过是少了一次谈判桌上争取利益的机会罢了。那两国损失的是什么？是少了一次在谈判桌上互相争取利益的机会，就少机会了。更何况呢，这个外交啊，从来都不是说等到双方都互相喜欢了，然后才开始谈，就大家都得看顺眼才行，不是啊？你就是因为看不顺眼，有的时候你才要多谈嘛，多接触，这样慢慢把关系搞融洽了。所以你看，领导人之间有分歧，彼此之间看不顺眼，这也是常态啊。但你能说就我跟你有摩擦，我就不跟你说话了，那不就小孩过家家的逻辑吗？所以说这种话的人，他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啊，你虽然是身为什么外交学院的主任，那是真的对外交是咋回事，他没概念，他没干过外交啊，对不对？他只会喊什么原则问题啊，一些理论派啊。另一种啊，他对外交是比较理解的。那你看他这个说法，那不就是那把政府架在面子优先的这个火上去烤吗？前者是蠢，后面呢可以说是有点坏哈。所以你看成熟的外交是什么样？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沟通都不能断。尤其是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这种外交层面上，你沟通不能断呢。哪怕是带着火药味的这种沟通，哪怕是谈了半天不欢而散，也比不谈要强啊。因为你在谈判桌上至少有机会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利益都表达出来。啊，你离开谈判桌，你就不说话，那就只剩下在旁边喊话，没有啥用。那双方只能互相猜忌，是不是？结果呢？你看，很快人家卢比奥登上空军1号的画面就出来了。那些说他绝对来不了的专家，脸就这么很快就被打了。好，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就从这个小的细节能看出一些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走向哈。就卢比奥能来这事儿。啊，有的人就说啊，什么中国丢脸了。其实我的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务实成熟的一个信号啊。我这真不是往回圆哈。你看啊，就是你想要一个务实的成熟的政府呢，你还是希望政府呢就是为了面子，然后不顾自己国家的利益呢？那显然你是想要一个务实成熟的政府嘛。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主体啊，在很多时候它都面临一个选择，比如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利益，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互斥的。这就好比啊，你看，比如说一个中产家庭啊，他爱面子，买一辆自己负担不起的豪车啊，出入呢要去那些看得起有档次的地方，买一些用不上的奢侈品，这面子好像是撑住了，但呢钱包空了啊，日子紧了，这才叫真的没面子。那国家外交也是一回事啊，如果为了面子把一个已经是现任国务卿的人啊，美国国务卿的人拒之门外啊，这往外一宣传，好像看着啊挺硬气。但是你看，实际上是少了对话的机会。前面说了，少了在谈判桌上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啊，少了一次能为中美关系找到缓和空间的机会。这个代价谁来买单呢？那反过来呢？啊，务实的给双方一个台阶，让对话继续下去，让两国的高层接触不断档。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务实？这是不是成熟？这是不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啊？那说到这儿，我就提一下川普哈。啊，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嘛，说你看他有一些特点啊，就他其实就不要面子，就他能把昨天说的话今天就能推翻，能做出很多让人意外的决定啊，也非常会自我标榜啊，就说自己做的很好，非常棒啊，然后底下也很多人在吹捧啊，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说翻来覆去的说一些话，但你看他核心要的就是利益啊，就是他认为对美国有用的东西啊，他就要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2次当选，因为他这个选民支持他的选民就相信他就是冲着实际的结果去的啊，他不去讲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在他的任上，就美国也推出了不少盈利性的组织。当然，我就不是说这是对的哈，因为美国呢，它作为能够收割全球经济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么一个大国，被大家视为灯塔国嘛，它其实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它确实有相应的义务。可以说，世界呢都对美国有一些期待。
啊，希望他能尽一些义务，因为你毕竟你科技也发达，经济也发达，而且呢，你又在那全国能够收割财富嘛，是吧？那其实你承担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利益的一些义务，其实也是应该的哈。当然这扯远了，我们不详细说了。那这次卢比奥能来中国，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中国在这边呢也在往这个方向上走，就是不是说把面子放在利益前面，不为了坚持一个形式上的原则问题去牺牲一次实质性的外交接触。在当前这个经济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啊。好，刚才说完这个外交的细节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到经济走向的一个趋势啊。因为现在你看网上很多这个时政评论都在说中国经济有多糟，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有多高，对，结婚率也断崖，然后生育率也断崖，就是感觉年轻人都不婚不育了，后继无人了，然后房价也断崖，就感觉好像就是水深火热吧。还有就包括中年人的失业哈，内需不振啊什么等等哈，那这些问题呢，确实它也是存在的，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啊。但是呢，对接下来这2-3年呢，那从这一个小小的信号，其实你能得到一些相对乐观的判断的。就首先啊，你看外贸啊这条路它还没有堵死，而且正在重新打通啊，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中国呢，它是世界工厂，大家知道这个位置短时间内呢，谁也是替代不了的。无论是中国技术工人的成熟度，还是他们这个勤劳的这种拼命劲儿哈，再加上中国产业链的这个成熟度，短时间内可以说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因为包括之前说过什么越南啊，包括印度啊，所都在崛起嘛，然后都是要替代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但是目前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替代中国的。但问题是产能再强，如果卖不出去，那就是浪费嘛。所以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其实根子呢在于外贸的不畅，就是把这个产能怎么消化出去。而且一度和世界上主要的高附加值的消费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之间这个关系呢比较紧张，贸易摩擦不断。那卢比奥这件事儿给我的感觉就是至少你看，在美国这个接触和理顺关系这件事儿上，就是在往务实的方向走啊。虽然大家不可能指望回到以前那个闷声发大财那个时代了，因为那个窗口已经关上了。但是如果能稳住这种接触，减少这种额外的这种消耗对抗，让贸易谈判呢有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对中国经济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你看，你把外贸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打通，产能再释放出来，那解决的就业问题，还有资金问题、花债问题那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二呢，民营企业应该是在重新被认真对待。你看这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中国在这2个领域最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语数科技、智源机器人、DeepSeek，你看哪个是国企出来的？一个都没有啊！他们都是民间创立起来的，靠的都是创投基金，靠的是创始人团队，靠的是那种只有在充分竞争下才能生出来的效率和动力。比如你看语数科技2025年的一个数据放出来之后确实还挺亮眼的哈。就营收现在是达到17亿，同比增长了335%，净利润6个亿，增长674%。它在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32%，是全球第一。核心零部件的自研率超过了90%，同类硬件成本是海外产品的1/5到1/10。今年呢，它大概率可能会去科创板上市估值几百亿到上千亿，应该问题不大哈。你看，在2026年开年2个月，人形机器人的行业融资就已经超过了130亿，整个具身智能领域的融资超过200亿。包括语数、智源、银河通用、星海图，今年至少预计可能有5到6家具身的智能企业冲击上市，这确实是一些投资机会。当然，肯定其中是有坑大家要自己灵活把握哈。重要的是现在投向这些企业的资金里面有来自国资的部分，但投的方式也是市场化的，不是说命令一家国企去做机器人，而是让民营企业自己来竞争。国资呢会在旁边提供一些资金，但主要的创投基金，尤其启动资金那都是来自于民间的这种创投基金所以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就是你让国有的这种制造企业去做人形机器人的话，那种激励机制、那个组织方式绝对是出不了语数科技这种东西的。可以说，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2个赛道，我认为玩得起来的就只有中美2家。像美国这边就有特斯拉是吧？然后波士顿动力，再加上谷歌、OpenAI， 那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中国这边呢，首先14亿人口的这个本土市场，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基本盘。同时呢，中国的产品也是可以走向世界的虽然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各种原因大家知道的就受到了各种阉割，在逻辑分析方面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应用层的这个人工智能，比如人工智能的这种驾驶做家务的机器人这些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得比较好，也完全可以出口。
对，你看这次就是川普访问中国嘛，然后除了他自己来，然后那个带了10多位科技大佬，什么马斯克啊、库克呀、黄仁勋啊，这些都来了，就很难想象，就是美国除了访问中国会带来这一票科技团，世界上其他国家，我觉得川普去都不可能说带这么多科技大佬随行的。还有就是像欧洲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地方，这些也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啊。但是在这2个未来趋势的领域里面是很难有真正竞争力的，因为你看这些地方制造成本也比较高，顶尖的 AI 人才啊，他也不往那里去，是吧？要么在中国，要么在美国，所以本土这个消费市场呢又比较小，欧盟各国呢还各自为政，所以啊，未来这2个赛道主要玩家就是中国和美国。然后中国这个制造优势呢，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又被放大到极致。你看语数这个成本结构就能看出来，就同样性能的硬件做出来，那基本只要海外竞争对手1/5甚至1/10的钱，迭代速度还贼快，规模化这个能力又比较强。可以说中国这个成本低的优势啊，在之前呢就是存在，到了机器人时代呢也会很明显。当然了，挑战肯定也是真实的嘛。在 AI 的这个大脑层面，你看核心的算法、高端的芯片、操作系统，中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芯片卡脖子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这其实第一，它不影响应用层的竞争哈。就在具体的场景里面，比如工业机器人呐、家庭服务啊、自动驾驶，中国现在还是有条件拿下全球有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第二，这其实酝酿了比较大的机会。你看中国做芯片的这些企业，将来肯定会脱颖而出那么1、2家去追赶英伟达市值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哈。其实这里面可能就酝酿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机会。所以你看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来看，就卢比奥哈就比较务实嘛，就让他来了，没有把他制裁，不让他入境。然后这个外交方面接触没有断，民营企业在机器人和 AI 领域又在爆发。政策资金呢也流向了一些有竞争力的民间企业，虽然会有一些浪费啊，但是民营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和活力现在是在被重视起来了。那这些叠加在一起，就让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那么悲观，而且又迎来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样一个有国运的这么一个2个赛道。之前说的包括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各种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从卢比奥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正在走向这个比较务实的成熟的方向，可以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往对的方向走。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